Hello， 大家好，我是 Aviator 旭。时隔1年，我又要来 RFS Real Flight Simulator 开飞机啦。那因为我在录这部影片的同时，台湾正经历着应该是4年来第一个登陆台湾本岛的台风，也就是杜苏芮台风。所以我午觉睡醒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大胆，好了，可能也没有到太大胆的计划，就是为什么不试着把飞机开进台风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支影片现在会呈现在你们眼前啦。那今天我要用华航的空中巴士 A330-300来直飞这趟航班。好，我现在就要进入正片咯。那既然我要在台湾飞嘛，所以我想到了一条在台湾以前极其重要的航线，也就是北高航线，来往台北松山机场和高雄小港机场的航线。在2007年台湾高铁还没出现之前，这条长大约300多公里的航线就是当时台湾南北来往最快的方式。在这条航线营运的巅峰时期，同时有9家，对，你没听错，9家航空公司营运这条航线。然而在高铁诞生之后，这条航线的经济效益大跌，最终在2012年就停航了。现在可以看到，我待会要从松山机场的幺洞跑道起飞，并从小港机场的洞9跑道降落。松山机场的跑道长度只有2605公尺，跟高雄的3150公尺和桃园机场的3800公尺比起来，相对来讲短非常多。但是它还是能够承受中大型广体客机的起降，包括我们今天要飞的空中巴士 A330。幺洞跑道头呢，就是著名的飞机巷，它是个绝佳的拍飞机地点。好，航线已经设定好了。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趟航班的飞行距离为188海里。然后飞行时间预计为43分钟。刚刚有提到说，今天我要用华航的空中巴士 A330-300来直飞这趟航班。中华航空呢，在2004年开始引进 A330作为亚洲中短程航线的主力机材，与华航737-800一起统霸华航几乎所有的亚洲航线。但是恐怕不久后，我们就得跟华航的 A330说拜了。因为他们也老了，且华航已经有规划要将他们退役，换成更新颖的波音787了。至于 A330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还是不要挖坑好了，我先讲。A330是空中巴士在1980年代广体客机的研发主轴之一。当时空中巴士计划要打造2款广体客机，一种双发动机，另一种是4发动机。双发动机代号是 TA9。然后4发动机代号为 TA11，TA 就是双走道 Twin Aisle 的缩写，而这2款客机则称为 A330与 A340。当时这2款客机的定位为4发动机的 A340执行长程越洋航线，双发机的 A330则执行中短程区域航线。这样的定位主要是受到引擎数量的限制，因为当时人们对双发动机安全的信任没有对4发动机的来得高。因此，双发动机的航线必须在任何一点上都需要有可以在60分钟内可以抵达的备降机场。但是随着引擎制造的进步，还有油价的上涨，4发动机的优势逐渐减少，而它们的劣势，尤其是油耗，却一一的凸显出来。而对于双发动机的限制，联邦和欧洲航空局也陆续放宽了限制，而且创立了一套 ETOPS 标准。也就是 Extended Range Twin Engine Operation Performance Standards， 只要该机型有通过 ETOPS 证明取得测试，该飞机就可以在譬如 ETOPS 180的话，就可以飞行180分钟内有备降机场的航线。从最早的60分钟到90、120分钟，还有 A330时期通过的180分钟，到最后只要飞机有通过认证，这些限制已经放宽到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所以 A330的畅销程度就自然而然的上来啦，到最后还吊打 A340。好，我这边先暂停一下，因为我们要起飞了。襟翼我设在2，
然后现在推力全推，我们的 VR 也就是台轮速度是133节，也就是说在133节以后，我就可以台轮了。80 knots. V1. Rotate. Rotate. Gears up. Gear 收起启 positive 动 rate. 架。精力收回到1。好，所以其实飞机不能一直维持在推力全推的状态，所以我现在收一些推力，然后接上自动驾驶。我想让自动驾驶帮我们保持我们的上升率。精力全收。Flaps.台北再见。过了1万英尺之后，我就可以把降落灯关起来了。OK，我现在要关掉。
过了 TOD， 我们要准备下降了。我们预计要降落的跑道是小港机场的洞九跑。Spoilers. Spoilers. Flaps. 放下第一段经历。好，我现在已经进到最终进场程序了。待会往左弯过去就可以拦截进场下滑道，还有 ILS 了。ILS 就是所谓的 Instrument Landing System， 中文是仪器降落系统。它会从地面的信号台发射2束无线电来引导飞机下降。Flaps. Flaps 2。因为我现在看不到跑道，所以我要接上自动降落。Flaps 3。Information. Uniform at 1008 Zulu. Arrival. Runway 09. Transition level 120. Wind 190 degrees. Flaps. Knots. Flaps Overcast 4. at 6,600 feet. Storm. Gears Temperature down. Gear 27. down. Dew point 24. QNH 1001. 起落架已锁定。
看到跑道了，断开自动驾驶。Minimum 200. 完了，我好像太高了，重飞 ，Go around Go around， 引擎推力全推，偷骑起落架， Gear up. 对，就是像起飞那样。好，我现在要重新进场，因为 RFS 里面没有这个程序，所以我现在要自己看着地图自己来。自动驾驶这边有一个 Holding Left 或 Holding Right， 它会帮我维持转向。其实重飞就是一个在进场出错时的备案， Flaps. 就在出状况的时候，直接像飞机起飞一样，把飞机重新爬升，然后重新尝试进场。Sync rate, sync rate, pull up. Sync rate, sync rate, pull up. Caution, terra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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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ution, caution, terrain. Too low, terrain, too low, gear. Too low, terrain. Too low, terrain, too low, gear. Too low, terrain. Too low, terrain, too low, gear. Flaps. Gear down. Gears down。对准下滑道。好，我知道这个重新进场很不专业，但是我们至少还是拦截到进场 ILS 了。看到跑道了，这次不要太高，不要太高。Minimum 200. $100, $70, $60, $50, $40, $30, $20. Ret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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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chdown！ Retard. 他还给我弹起来，有点歪过去，歪过去，yes！ 我成功降落了，反推。好吧，这个走路应该不怎么样。虽然小港机场在 RFS 里面不是 HD 机场，也就是没有登机门啦，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滑过去航厦那边做个样子好了啦，看起来比较专业。好啦，这次的总结就是呢，其实，在 RFS 里面，对，只是在模拟器里面，在台风里面飞行是可行的，但是我们的确在降落的时候遇到因为看不太到跑道，所以飞太高，所以需要重飞，然后重新进场的窘况。所以呢，这大概就是这部影片的总结啦。好啦，看完重播的话，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好，先看一下我的降落再说。Gear positive rate.
Gear up. 30, 20, ret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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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ard.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抱歉，我拖片拖很久。你看台风都走多久了，北京的水都要退了，我才要发片。对不起啊，但我还是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影片，也不要忘记订阅哦。